复说偈曰：大圆净智，性清净，平等性质，心无病。妙观察智，见非功，成所作智，同源尽。这里就是六祖他告诉说，什么叫做四智？他说大圆净智，他的自性是清净的；平等性质，他是心无病；妙观察智，见非功，成所作智，同源尽。成所作智跟我们的大圆净智啊，到如果说我们就是八识转四智的时候，它是一样的一个功能哦。我们来看看解释。他说识跟智的一个关系，我们这里可以知道哦。大圆净智就是指我们的第八识，我们的阿赖耶识，它的一个清净体性，那个叫做大圆净智。那平等性质是指我们的第七识，第七识叫做末那识，当它平等无病的时候呢，它叫做平等性质。妙观察智是说第六识，就是我们的意识啊，能够善分别。当我们能够善分别而不起分别想，就是我们不设嫉妒，就是说我们不去计量、计较或者度衡啊，那这样子叫做妙观察智。成所作智就是我们的前五识，就眼耳鼻舌身等识，我们能够随时应用，就是我们能够应随当下的一个事情来去应用自如的时候，限量正受，就是我们能够去接受这些外面的，我们不起分别计较的时候，我们的成所作智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它就跟大圆净智是相同的。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识跟智只差在哪里？只差在它的当下的作用的不同一样。当我们的这些阿赖耶识、末那识或者是意识，或者是我们的五识能够清净无染的时候，那就会变成识智。那要怎么做呢？这里就有讲说要怎么做。他说大圆净智，他说一切现象就任其显现，自性清净，动造万物。大圆净智，我们就比喻一个镜子好了，就像一个圆镜一样，就是一个镜子一样。那镜子有什么功能呢？它可以造万物的功能，动造万物。当它造万物的时候呢，它是不取不染的，就是它这些东西映在镜子的前面的时候，它就如实的显现这个物件的模样。可是当这个物件离开的时候呢，它的镜子还就恢复到本来的样子，空空如也。这个叫做大圆净智。那平等性质呢？平等性质要怎么做，我们的这个识才能够转成智呢？就是说我们对内对人我的一个执着就要把它去除掉，我执、法执都要去除掉。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，我们不存四相，不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那当然，我们的这个平等性质就会展现出来。那妙观察智就是对外的一些沉静我们不要有执着妄想。那觉察事相，觉察什么事相呢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幻的。我们的贪嗔痴三毒能够去除掉的时候，我们内心用我们的妙智慧去观察，那叫做妙观察智。所以我们的第六识呢，就会转成妙观察智。成所作智，就是我们的五根我们应尽造物，了无意见。就我们看到任何的事情我们看了，可是我们不要起分别对待，那当下六门清净。可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看了以后呢，我们的第六、第七就开始运作了，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执着，就说好的、坏的、美的、丑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六识。然后第七识呢，就开始我喜欢、我不喜欢，就分别执着。这个当下六门就没办法清净。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了了分明，可是不染不着的话，那就能够解脱自在。从这里的四条一个解释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识跟智只差在一念之间。当我们迷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八识。那当我们悟的时候呢，就会
变成四字，所以八事如何转成四字，全凭当下我们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。